编专享黄金万两，大家好，我是安助工小米。今天给我的一个老客户，他在这边开了一个咖啡厅，过来帮他把这些灯全部都装上去。计划呢干1个下午，现在我预约了2个师傅一起来干。具体位置就在怀仁四季绿城正对面的青苹果餐厅后边，钻过那个门洞就可以看得到。同城的可以去喝一杯。现在正在装修期间，估计装修好了，这里是非常豪华的，也比较有特色。今天我们在这里装的灯呢，有一些吊灯，有一些是轨道灯，这2种居多。这种房子呢是商铺房，它比我们普通的楼房要高得多。这个安装的话是有难度的，其实已经属于超高了。正常安装的话，这个是有超高费的。像这种活呢，我们所带的梯子呢是够不着的，必须要搭脚手架或者踩那个3米以上的高梯子才可以。乍眼一看呢，其实这些东西也不算太多。其实安装起来呢，尤其这是锚顶，它没有做吊顶，预留的线呢没有到这个标准的位置。实际安装呢还要参考它的图纸去定位、去量、去放线，这个安装难度会大一点。刚开始客户这边给出的一个图纸呢，实际尺寸一个都没有标，然后白白的浪费了2个小时，研究了半天，定不下来位置。然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找设计师过来。设计师带了一份详细的图纸，所有的灯安装的位置和距离、尺寸、高低，大概都定了一遍，这样我们才正式开始施工。就这样2个小时白白浪费掉了，你一句我一句，装这里不行，装那里不对，搞了半天。可见这没有方案的活儿没法干，大家都没有目标，不知道该怎么干。注定今天这个活儿早的是完工不了了，要加班了。然后这边超高，客户这边也没有准备这个脚手架，刚好这边有做广告的师傅带了3部脚手架，借他们的先用一用。其实在我们这里啊，租一副脚手架只要2.5块一天，但是你要找车送过来的话，要加30-40块钱。就这个商铺房的高度，搭一部脚手架其实还是不够高度的。如果有那个半层架，再加一个半层架的话，这个活就好干了。像这种情况没有办法，只能在它的架子上再增加一个梯子，就把我们的梯子再放上去，这个高度也就差不多了，就这凑合干。但是这样的话，安全是没什么保障。在吧台的这个位置呢，要装2排吊灯，灯都是一样的。安装的话，这边有梁的话，这个安装有难度。这个具体尺寸呢要计算。安装的话，必须得放一条线，不放线的话，装出来就是歪的了。吧台的2排吊灯呢，我来装，然后有一些轨道灯交给这个杨师傅，然后田师傅做一些准备工作，还有几个墙壁射灯他来做。摄影师呢帮忙打一些下手。做这些常规的活呢，比如说做一些工装啊，这些不是常规的东西安装的话，你带多少人其实没什么用。最主要的就是必须有一个掌握技术员一样的身份的人啊，能现场调动起所有的师傅来，让他每一个人各司其职，把这个活捋顺，这样才有结果。光人多没用，都在那绕圈圈，这个活没法开展，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还是喜欢干一些常规性的，比如说干一些家庭安装这些东西，你去了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着手干就完了。像干这种活暴露出来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你说灯高设备，灯高了以后安全问题，再就是安装的这些东西，没有明确的图纸，全部都是窝工的。所以说干工装的话和家装完全是不一样2个概念。视频里这个杨师傅呢和我认识已经5-6年了，经常有活会在一起干，但是在视频里面出现的机会很少，一般都是遇到活多的地方大家会凑到一起来干。看人家的年龄比我要大得多，人家的安装工龄也比咱高，安装技术肯定也是不用说了。
现在这种装修风格叫什么风格来着？然后所有的管道啊，这些线管啊都在顶上，然后顶上也不做任何吊顶装饰，然后直接装一些灯，顶子上做一个颜色喷涂，这样还省了多少装修材料呀！而且还可以缩短这个施工周期。我装前面这2排灯的时候啊，还好有一个吧台。又找到了一个装修师傅用的一个高梯子，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啊！这样才使我们这个安装进度提得快了一点，要不然今天这个活都干不完了。装这个射灯的时候不小心发生了一个意外，这个灯给掉下去了，刚好下边没有人，有人就麻烦。灯虽坏了没有多少钱，但是把下边的人砸了，那事儿就大了。现在看一下整体大致的效果已经出来了，所有的灯几乎都已经装完了。不过这里现在比较杂比较乱，真正的效果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出来。这些该进来的设备全部都上了。有机会的话给大家拍一下这个咖啡厅真正营业时候的一个环境一个效果。活已经干完了，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我们收拾工具准备打道回府。这个点还没有回家的打工人，给你们点个赞，加油！